大家好，这是旭日梦。这期视频介绍一下新的社区包 DLC 中古奇观所包含的20个新的特殊建筑，大概归类下类，分为了宗教建筑、防御工事和城堡以及其他建筑，一共3类。首先来说宗教建筑，第一个大马士革大清真寺，由倭马亚王朝哈里发瓦利德一世在公元706年到715年建设于现今叙利亚的大马士革古城中心。最初这里是罗马神庙，后来改成了教堂，被穆斯林征服了之后仍然是作为教堂使用。但是随着政局逐渐稳定，这座教堂慢慢演变为了仅供穆斯林使用。后来到了倭马亚王朝时期，直接就大部分拆除了，于旧址再起高楼，改建为了我们现在说这个大马士革大清真寺。就这么持续到了现在，大马士革大清真寺现在仍然是伊斯兰世界最重要的清真寺之一。外观上来看呢，这座大清真寺具有很明显的伊斯兰建筑风格，巨大的庭院，四周环绕着柱廊，装饰有精美的马赛克装饰，而且只是精美的话也不值一提，毕竟马赛克装饰做着漂亮的建筑抬得去了，对吧？这座清真寺的马赛克艺术装饰面积大概4000平米，位列全世界第一。第二个卡拉维因清真寺，由法蒂玛·菲赫里于公元859年建立于现今的摩洛哥的菲斯。法蒂玛·菲赫里是一位富有的有学识的女性，她资助修建清真寺，并且在清真寺内设立了教育机构。最初是一个清真寺内的宗教学校，逐渐发展成为了大学。卡拉维因清真寺是伊斯兰世界最重要的学术中心之一，吸引了来自各地的学者和学生。大学的课程涵盖了宗教、法律、语言、文学、数学、天文学等多个领域，对伊斯兰文化的传播和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尤其是伊斯兰黄金时代，这里更是主要的精神和教育中心之一。卡拉维因清真寺地位之高，可以说是代表了整个伊斯兰世界在教育和学术方面的悠久传统，甚至可以说是伊斯兰文化遗产中的重要组成部分。至今这里仍然是一所活跃大学，保留了传统的伊斯兰教育特色的同时，也开设了很多现代学科。第三个马约尔大教堂，由佛罗伦萨市政府和羊毛协会在公元1296年开始建设于现今的意大利佛罗伦萨。没错，羊毛行会就是拿羊毛织布那羊毛，听起来好像很不可思议，但是在当时这个行会可是佛罗伦萨7大行会之一。鼎盛时期，这个行会直接雇佣的工人高达3万人，间接雇佣的人更是占了整个佛罗伦萨1/3的人口，每3个人里就有1个和这个羊毛行会有关系。大教堂的建设持续了数百年，历经了哥特式和文艺复兴式的风格的转变。最初的设计师阿尔诺夫·迪·坎比奥奠定了教堂的哥特式基础。15世纪，菲利波·布鲁内莱斯基设计并且建造了大教堂的巨大穹顶，成为了文艺复兴建筑的杰作。穹顶的建造不仅解决了技术上的难题，更是象征着文艺复兴时期人文主义精神的兴起。大教堂在19世纪完成了立面的装饰，采用了新哥特的风格。现如今，马约尔大教堂，也就是圣母百花大教堂，作为佛罗伦萨最重要的地标，也是世界著名的教堂之一。第四个贝塔吉奥吉斯教堂，由拉利贝拉国王在12世纪末至13世纪初开凿于现今的埃塞俄比亚拉利贝拉。开凿，没错，这个教堂是凿出来的很神奇吧？拉里贝拉国王呢是这个扎格维王朝的君主，他下令在拉里贝拉凿出一系列的岩石教堂，旨在将拉里贝拉打造成新的耶路撒冷，以应对穆斯林对耶路撒冷的占领。而贝塔吉奥吉斯教堂是拉里贝拉岩石教堂中最著名和最壮观的一座。该教堂完全由一块巨大的红色火山岩开凿而成，工程难度极高，体现了当时埃塞俄比亚工匠的精湛技艺和虔诚的宗教信仰。教堂被设计成了十字形，象征着圣十字架，内部装饰精美，有着壁画和雕刻。在数个世纪以来一直被用的教堂保存状态良好至于原因呢，对吧？当然是因为独特建造方式了，凿出来的嘛，对吧？从地面向下挖掘，形成了一个巨大的坑，教堂就位于坑底，教堂的顶部和坑的顶齐平，所以说风化影响不大。从这方面看，真的是天才想法。从上面俯瞰，教堂呈现出一个完美的十字形，非常漂亮。第五个诺夫哥罗德圣旨堂，由弗拉基米尔·亚罗斯拉维奇王子
在公元1045年至公元1050年间建设于现如今的俄罗斯诺夫哥罗德。政治堂是诺夫哥罗德最重要的宗教和文化中心，也是城市建筑的典范。它模仿了基辅的圣佐菲亚主教座堂，又融合了诺夫哥罗德自己的风格。教堂采用了拉丁十字面平面，有多个圆顶，外部装饰简洁，以砖石结构为主。教堂内部装饰有壁画和圣像，体现出了东正教艺术的特点。政治堂在漫长的历史中经历了多次的火灾、重建和修复，在诺夫哥罗德共和国期间还扮演起了重要的政治角色，是市民集会的场所之一。之后，教堂又见证了蒙古入侵和莫斯科公国的崛起，见证了1000年的历史变迁。政治堂作为俄罗斯最古老教堂之一至今保存完好，仍然是俄罗斯东正教的主教座堂，并且同时也作为博物馆对外开放。第6个，圣瓦兹拉夫大教堂由查理四世在公元1344年开始建设于现今捷克共和国布拉格城堡内。最初建设的目的是为了取代原有的罗马式教堂，作为布拉格主教座堂和波西米亚王国的宗教中心。查理四世希望将其建设成一座宏伟的哥特式大教堂，与神圣罗马帝国的地位相匹配。大教堂的建设持续了数个世纪，经历了胡斯战争和宗教改革等动荡时期，建设进度时断时续。最初的设计师马蒂亚斯·冯·阿拉斯和彼得·帕尔莱勒对教堂的早期风格产生了重要的影响，采用了高筒的哥特式风格，并且融入了独特的波西米亚特色。直到19世纪，在民族复兴运动推动下，大教堂的建设重新启动，并最终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完成。现如今，圣瓦兹拉夫大教堂作为布拉格城堡最重要的地标，同时也是捷克共和国最重要的教堂之一。它仍然是布拉格总教区的主教座堂，并且定期会举办宗教仪式。现在的大教堂还作为旅游景点对外开放，吸引着来自世界各地的游客。第7个，克吕尼修道院由阿基坦公爵威廉一世在公元910年建设于现今的法国克吕尼。最初的克吕尼修道院规模比较小，但是很快就因为其严格的修道生活和直接受到教皇管辖的特权而迅速发展。10世纪到12世纪是克吕尼修道院的鼎盛时期，在其院长们的领导下，克吕尼改革运动影响了整个欧洲的修道院制度，修道院规模不断扩大。克吕尼第3修道院教堂成为了当时世界上最大教堂，是罗马式建筑的杰作。14世纪开始，克吕尼修道院逐渐衰落，受到财政问题、管理不善以及宗教改革等多重问题的冲击。后来法国大革命期间，修道院甚至直接被关闭，大部分的建筑被拆除。现如今，克吕尼修道院仅存一部分建筑，包括南耳堂和钟楼等等，以及一些附属建筑。遗址作为历史遗迹对外开放，游客可以参观博物馆和遗址，了解克吕尼修道院的辉煌历史。其特点呢，如刚才所说，它是中世纪西欧修道院改革运动的中心，对欧洲宗教、政治和文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尽管现在只剩下了遗迹，但是依然能感受到曾经的辉煌。第8个，大昭寺由松赞干布在公元7世纪中叶开始兴建于现今的西藏拉萨。松赞干布是吐蕃王朝的君主，他迎娶了尼泊尔和唐朝的公主，然后为了安置2位公主带来的佛像，并且推广佛教，松赞干布下令修建了大昭寺和小昭寺。大昭寺在吐蕃王朝时期是西藏佛教的中心，也是重要的政治文化场所。寺庙经过了多次的扩建和修缮，逐渐形成了现在的规模和格局。元朝、明朝和清朝都对大昭寺进行了保护和不同形式的支持。虽说之后，对吧？好在是在之后得到了妥善的修复。如今，大昭寺仍然是藏传佛教最重要的寺庙之一，也是藏传佛教格鲁派的祖庭之一。建筑风格融合了藏族、尼泊尔和汉族等多种风格，采用了木结构和石结构相结合的方式。寺庙建筑群规模宏大，包括了主殿、配殿、庭院等等。寺庙内部装饰精美，有着大量的佛像、壁画和唐卡，体现了藏传佛教艺术的特色。总的来说，大昭寺作为藏传佛教最重要的寺庙之一，见证了佛教在西藏的传播和发展，更是藏族文化和宗教的象征。第9个，科那拉克太阳神庙由东干加王朝国王那拉辛哈德瓦一世在公元13世纪中叶建设于现今的印度奥里萨邦。那拉辛哈德瓦一世为了表达对太阳神苏里耶的崇拜，并且彰显王朝的力量和荣耀，
他下令建造了这座宏伟的神庙。科纳拉克太阳神庙是印度古典神庙建筑的杰作，也是印度教太阳崇拜的重要中心。神庙的设计独特，被构思成了一辆巨大的战车，象征着太阳神苏里耶乘坐战车巡游天空。神庙装饰有精美的雕刻，描绘了神话故事、人物和动物，艺术价值极高。之后在16世纪左右被遗弃，原因尚不完全清楚，可能是受到自然灾害或者是穆斯林入侵的影响。神庙逐渐被沙土掩埋，成为了废墟。现如今遗址经过了考古发掘和修复，成为了印度著名的旅游景点，也是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遗产。遗址保存状况一般，部分建筑已经倒塌，但是仍然可以看到神庙的基本结构和精美雕刻。神庙最显著的特点是其独特的战车造型。神庙底部有24个巨大的石轮，象征着时间的车轮，由7匹骏马拉动战车，象征着1周7天。神庙的墙壁上装饰有大量的雕刻，包括神像、乐师、舞女和战争场景等等，可以称之为印度古典神庙建筑的巅峰之作，代表了卡林加建筑风格的最高成就，也是印度教不可多得的艺术和文化的瑰宝。第10个瓦塔皮石窟，由早期遮楼期王朝统治者们在公元6世纪中叶到7世纪中叶开凿于现今的印度卡纳塔克邦。早期遮楼期君主为了表达信仰、彰显王权而建立的瓦塔皮石窟，主要供奉印度教的神邸，兼有耆那教的元素。建成后持续作为宗教场所使用，至今仍然保留宗教功能。历经1500年风雨侵蚀，但主体结构和雕刻保存较完好。2015年被列为了印度国家古迹。4座主体洞窟中，3座为印度教神庙，1座为耆那教的修行窟，体现了多元信仰的共存。湿婆的武王像动态逼真，耆那祖师像静穆庄严，形成鲜明的对比。东壁浮雕描绘史诗摩诃婆罗多罗摩衍那场景。外观上来看呢，整个石窟依红色砂岩山崖开凿，洞窟入口以巨型石柱支撑，岩廊和壁笼与山体自然融合，建筑群呈阶梯式的分布，远望如悬于峭壁上的神秘宫殿，与周围地貌形成了壮丽的景观。总体来说呢，瓦塔皮石窟作为早期的遮楼期艺术杰作，是宗教信仰的载体，也是研究印度古代宗教、艺术和社会的重要实物资料。第11个索马普兰大学，由帕拉王朝国王达摩波罗在公元8世纪末建造于现今的孟加拉国瑙港地区。笃信佛教的达摩波罗呢，主要是为了弘扬佛教、建立学术中心而建立的索马普兰大学。大学在帕拉王朝呢，是南亚次大陆最重要的佛教寺庙和学术中心，吸引着各地的僧侣学者，与那烂陀寺齐名。大学辉煌期达数百年，鼎盛时期可容纳8000名僧侣。直到12世纪末，随着王朝的衰落和外敌入侵而衰落废弃。幸运的是，遗址近代呢被重新的发现和考古发掘，并且得到了保护研究。主体呢为砖石结构，中央佛塔呈5层金字塔形，象征佛教宇宙观中的须弥山。177间僧房呈曼陀罗式辐射排列，外墙密布几何图案和浮雕，整体规模达21公顷，气势恢宏。遗址残存的陶土智慧之轮装饰，至今仍然展现着精湛的工艺。总体来说呢，索马普兰大学作为古代南亚重要的佛教中心和学术机构，见证了佛教在孟加拉的兴衰，为研究古代佛教教育、建筑艺术和社会文化提供了珍贵的资料。这11个就是20特殊建筑中我归类为宗教建筑的11个。这11座建筑其实就是世界宗教建筑的缩影。大马士革大清真寺和卡拉维因清真寺代表着早期伊斯兰建筑的宏大和装饰，前者以其精美的马赛克展示了欧玛亚王朝的艺术美学，后者则是兼具了清真寺和大学的双重身份，保留了伊斯兰黄金时代的遗风。马约尔大教堂和圣瓦兹拉夫大教堂是哥特式建筑的典范，以高耸入云尖塔和精雕细琢细节入选 DLC。 总而言之，这9座建筑各自代表了一种文化，一种信仰的建筑表达，它们共同构成了人类文化遗产中不可或缺的瑰宝。接下来是防御工事和城堡这一类。第一个，约克城墙，由罗马人最初在公元71年左右开始建设于现今的英国约克。最初的罗马城墙是土垒结构，伴随着木质的防御设施。这个时期主要是为了保护罗马军团的基地和新建立的城镇，抵御当时部落的侵袭。后来随着罗马帝国的衰落，约克城墙逐渐失修，直到昂格鲁萨克逊时期，城墙得到了部分的维护。但是真正的大规模的重建和加固是在维京人占领约克之后。
诺曼征服之后，城墙再次被加强，主要使用了石头进行重建，并且增建了城门和塔楼。中世纪晚期，约克城墙的功能达到巅峰，成为了重要的军事防御工事。现如今，约克城墙是英格兰保存最完整的中世纪城墙之一，总长约 4.6 公里。大部分的城墙可以步行参观，沿途还可以欣赏到约克市的景色。城墙后来又经历了多次修复和维护，但是主体结构仍然是中世纪的石砌城墙。特点在于它经历了漫长的历史时期，融合了罗马、维京、诺曼等不同的文化，以及中世纪多个时期的建筑风格和技术，是研究欧洲城市防御体系演变的重要实例。第二个，瓦尔特堡，由图林根伯爵路德维希一世在公元1067年左右开始建设于现今的德国艾森纳赫附近的瓦尔特堡山。最初是一座防御城堡，旨在控制周边地区，维护图林根伯爵的统治。瓦尔特堡在中世纪时期是图林根伯爵的主要居所和权力中心。13世纪初，圣安利莎白曾经在瓦尔特堡居住，使其增添了宗教色彩。1521年，马丁路德被梵蒂冈判处破门律，并且被神罗皇帝定罪。图林根选帝侯腓特烈三世找到了马丁路德，将其隐秘地藏匿在了瓦尔特堡。路德在此期间将新约翻译成了德语，对宗教改革和德语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进一步为这座城堡增添了宗教色彩。后来在30年战争中遭到破坏，好在是没有就此没落，而是逐渐修复了。19世纪，瓦尔特堡成为了德国民族主义运动的象征。1817年，著名的瓦尔特堡节在此举行，学生们集会要求民族统一和自由。现如今，瓦尔特堡成为了德国著名的旅游景点和重要的文化遗产，至今保存非常完好，甚至可以说是完美。抛开宗教相关因素呢，瓦尔特堡是一座典型的中世纪城堡，建筑包含了宫殿、塔楼、城墙等建筑，融合了罗马式、哥特式和文艺复兴式的风格，具有丰富的历史和文化内涵。第三个，维谢格拉德城堡，由匈牙利的君主在10世纪末建设于现如今匈牙利的维谢格拉德，目的呢是为了防御和控制多瑙河河谷。维谢格拉德城堡在中世纪是匈牙利王国的重要堡垒和皇家住所。13世纪蒙古入侵之后贝拉4世国王下令重建和加固城堡。卡洛伊一世和路易一世国王时期，维谢格拉德成为了王国的首都，城堡得到了进一步的扩建和发展。14世纪，维谢格拉德宫殿成为了欧洲最豪华的宫殿之一。16世纪，奥斯曼帝国入侵匈牙利，维谢格拉德城堡多次被攻占和破坏。在奥斯曼占领期间城堡逐渐没落。现如今，维谢格拉德城堡遗址经过了修复和重建，成为了匈牙利著名的旅游景点。城堡包含了上城堡、下城堡和宫殿遗址，游客可以参观城堡博物馆，了解城堡的历史和中世纪匈牙利的生活。城堡由石墙、塔楼和宫殿组成，建筑风格融合了罗马式和哥特式的元素。城堡特点呢在于它曾经是匈牙利王国的政治和文化中心，见证了匈牙利王国的兴衰。第四个，杰伊瑟尔梅尔黄金堡，由拉瓦尔·杰萨尔在公元1156年开始建设于现今的印度拉贾斯坦邦。黄金堡是杰伊瑟尔梅尔城邦的中心，也是重要的贸易中心，位于沙漠中的战略位置，使其成为了丝绸之路次级贸易线路中的重要节点。黄金堡在历史上多次遭到围攻，但一直未能攻破。莫卧儿帝国时期，杰伊瑟尔梅尔保持了相对独立性，黄金堡也顺势继续发挥着军事和行政的功能。英属印度时期，杰伊瑟尔梅尔逐渐没落，但是黄金堡一直有人居住，并且逐渐发展成了城市的一部分。如今黄金堡仍然是一座活着的堡垒城市，城堡内还有居民居住，并且开设了商店、酒店等。黄金堡呢是拉雅斯坦邦著名的旅游景点，也是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世界遗产。黄金堡完全使用了黄色砂岩建造，在阳光照射下闪耀着金色光芒，因此得名黄金堡。城堡建筑风格融入了拉贾普特和伊斯兰风格，包括宫殿、寺庙、建筑、城墙和城门等。城堡内部结构复杂，道路狭窄曲折，具有迷宫般的特色，代表了拉杰普特人的军事建筑和城市规划，更是印度文明和历史的生动体现。第五个，大克兹卡拉，具体下令建造君主不详，可能是苏特统治者或者是早期的阿拉伯统治者，年代测定也较为困难，一般认为建设于公元6到7世纪，也可能更晚。位置的话，在现今土库曼斯坦梅尔夫古城遗址附近。大克兹卡拉呢是作为梅尔夫古城的一部分，
而梅尔夫呢，是丝绸之路主要路线一定会经过的重要绿洲城市之一，曾在12到13世纪时被认为这里是世界上最大的城市，人口高达惊人的50万。在后来蒙古入侵的时候，这座城市向蒙古人敞开了城门，遂造成了巨大的破坏。历史记载，这里的所有人口，包括难民，都被屠杀殆尽，死亡人数高达更为惊人的70万。在蒙古入侵之后古城虽然说有所重建，但是再也没有恢复到往日的繁荣。后来又过了几百年，在1788年，这里被布哈拉的酋长再一次夷平屠杀了一遍。屠杀之后呢，是2次复兴，可惜复兴到了一半，又遇到了19世纪的俄罗斯。在俄罗斯的威压之下，梅尔夫以及周边地区彻底完全荒废，大科兹卡拉也就这样子随之废弃了。总之呢，大科兹卡拉这座城堡经历了粟特、阿拉伯、塞尔柱、花剌子模等等多个政权的统治，在不同的时期也担当了不同的功能，比如说军事防御、行政管理、保护丝路商队和居住等等。现如今这座城堡作为考古遗址对外开放，保存状况一般，但是仍然可以看到城堡的基本结构和墙体。第6个，卡诺土方工程，位置呢在现今尼日利亚北部卡诺市周围，其建设呢是一个非常长期的过程，可能从公元11世纪开始，一直持续到了15世纪甚至更晚。卡诺城墙是卡诺城邦的重要防御工事，也是豪萨城邦建筑的代表。城墙最初可能是土垒结构，后来逐渐用砖石加固。城墙环绕着卡诺城市，保护了城市居民和重要的经济活动。英国殖民时期，卡诺城墙失去了军事的功能，部分的城墙被拆除。后来尼日利亚独立了，卡诺城墙被视为是历史遗产加以保护。现如今的情况，卡诺城墙部分保存完好，是卡诺市的地标，也是尼日利亚重要的文化遗产。一些城门和城墙段落仍然存在，游客可以参观这些遗迹。城墙高大厚重，由红土夯筑而成，具有非洲传统土建筑的特色。城墙设立有多个城门，控制城市的出入口，其特点在于它是西非豪萨城邦防御体系的代表，反映了古代非洲城市的规划和防御技术，也是卡诺历史和文化的象征嘛。好了，这就是全部的防御工事和城堡特殊建筑了。这些防御工事和城堡遍布欧亚非大陆，见证了不同的文明为了保护城市、领土和权力中心而进行的军事建设努力。从欧洲中世纪坚固的石砌城墙，比如说约克城墙和山顶城堡瓦尔特堡、维谢格拉德城堡，到中亚的土坯城堡大科兹卡拉，以及印度沙漠的杰伊瑟尔梅尔黄金堡，这些建筑都体现了不同地域的防御特色和建筑技术。它们不仅仅是防御工事和军事堡垒，也经常是政治权力的象征和城市发展的核心，在历史长河中扮演着保护人民、维系统治以及促进贸易和文化交流的重要角色。接下来是其他建筑，也就是第3类，一共是3个。第1个，加纳王宫。加纳王国是一个西非古代王国，鼎盛时期约为公元9世纪至11世纪。具体的王宫建设时间和下令建设的君主难以确定，但普遍认为是加纳王国的君主们在不同的时期逐步建设而成。王宫是加纳王国的政治、经济和宗教中心。库姆比萨莱赫是加纳王国的首都，也是西非重要的贸易中心，控制着撒哈拉的黄金贸易。王宫是王国的行政中心，也是国王居住和举行仪式的地方。根据阿拉伯文献记载，拥有庞大的宫廷和军队，王宫规模建筑宏大。加纳王国在11世纪后期受到北部阿尔摩拉维王朝的入侵，王国势力衰落，王宫可能在12世纪左右被遗弃。现如今，库姆比萨莱赫遗址是重要的考古遗址，经过考古发掘，发现了城市遗迹、房屋遗址和神殿遗址等。王宫的具体位置和结构尚不完全清楚，考古工作仍然在进行中，但是可以按照历史文献推测，加纳王宫可能是一组建筑群，包括宫殿、住宅、仓库、宗教场所等。建筑材料不出意外的话，应该是主要使用了泥土、木材和石头。王宫的布局和风格可能受到了西非传统建筑和伊斯兰建筑的影响，其特点在于它是古代西非王国加纳的政治中心，见证了西非古代文明的辉煌和撒哈拉黄金贸易的繁荣，是研究西非历史和文化的重要遗址之一。这个特殊建筑是最难查阅资料的，也是最没有根据的。第2个，德拉萨内斯船屋，由阿拉贡王国在13世纪后期开始建设于现今的西班牙巴塞罗那。德拉萨内斯也是加泰罗尼亚语言中造船厂的意思，当时的建设应该没有少受当地文化的影响。该船坞是中世纪地中海地区最重要的造船厂之一，用于建造和维修阿拉贡王国的战舰和商船。船坞的规模庞大，
包括多个船坞、仓库和作坊等，是当时欧洲最大的氏族建筑之一。后来随着造船技术的进步和战争方式的改变，德拉萨内斯船坞逐渐失去了军事功能。18世纪，船坞改为了军营和兵工厂，现在这里被改造成为了集海事博物馆、花园、商场、会议室和供出租使用的大厅的复合型大型建筑群，总面积高达5000平方千米。在博物馆中还可以看到1:1复刻的大型皇家桨帆船。船坞本身亦是一件艺术品，巨大的石砌拱门撑起高耸的屋顶，营造出了开阔而震撼的空间，足以容纳多艘巨型船舰同时建造。而且这个船坞还是现存的最古老的哥特式工业建筑。总而言之，德拉萨雷斯船坞作为中世纪地中海地区重要的造船中心，这个船坞见证了阿拉贡王国的海洋霸权，也是欧洲工业建筑的早期代表。第三个，凯鲁湾蓄水池，由阿格拉布王朝在公元9世纪建设于现今突尼斯凯鲁湾。阿格拉布王朝是突尼斯地区的伊斯兰王朝，为了解决凯鲁湾城的供水问题，特别是应对干旱时期，所以下令建造的大型蓄水池系统。这个蓄水池是中世纪伊斯兰世界最重要的水利工程之一，由2个大型蓄水池组成，通过引水渠从附近的山区引水，为凯鲁湾城提供饮用水和灌溉用水。蓄水池的设计精巧，采用了复杂的过滤和沉淀系统，保证水质清洁。在数个世纪以来，这个水池一直为凯鲁湾城供水，是城市生存和发展的重要保障，至今仍然保存完好，是凯鲁湾市著名的旅游景点，也是突尼斯重要的历史遗迹。游客可以参观蓄水池的系统，了解古代的水利工程技术。外观上来说呢，阿格拉布蓄水池由2个圆形或是多边形的蓄水池组成，池壁用砖石砌筑，内部铺着防水层，蓄水池周围设有走道和台阶，方便维护和使用。水流先是经过一个容量为4000立方米、直径37.4米的17边形小水池，等水位足够高了，就会流入大水池，以此实现沉淀过滤的效果。大水池蓄水容量高达57000立方米，直径128米，是48边形，已经无限接近圆形了。特点在于它是中世纪伊斯兰世界水利工程的杰作，体现了古代突尼斯在水资源管理和工程技术方面的先进水平，也是凯鲁湾这座城市历史和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同时这也是我在20个特殊建筑中最喜欢的一个，并非因为它规模大或者是装饰华丽什么的，而是在于它在特定的环境挑战下，以卓越的工程技术和智慧，完美的解决了城市生存的关键问题——水源。这个蓄水池是真正的民生建筑，更不用说身后的历史文化价值了。好了，这就是中古奇观 DLC 的所有内容了，真的耗费了非常多的时间和精力。如果您喜欢这视频的话，请务必添加关注。这里是旭日梦我们下期见。